卖花嘞，随意看啊！我喜欢这个。哎，卖花嘞，随意看啊！给我看这个。哎，姑娘，看看吧。啊，我自己看看。公子，您看看这些画，做工细腻，纸质非常新。您看这走笔，线条流顺。你挑挑。还有这幅，公子。嘿，公子，再看看这些。老板啊，这幅画我要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公子您拿好。好。哎，谢谢公子，您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好好。就。这位兄弟，这酒铺可是传闻当中有美女掌柜的那间？是啊，可都关张好些日子了，我在这儿日日盼着见美女掌柜的，这可倒好，直接封了。可知是犯了什么事吗？哎呀，这朝堂的事儿，我们哪能知道呢？按说这长孙姑娘跟那丁宁，都挺本分的。你刚才说叫长孙姑娘，哎，是知道叫什么吗？长孙浅雪。对，长孙浅雪。长孙浅雪，听名字便知道是个美女呀。那可是。是啊，你说关就关吧。对，可惜了。是，真可惜啊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掌柜的。对呀，等等吧。你是谁？你应该知道，我和你的修为相差甚远，想要救你，便只有这一种方法。你不会还以为是师傅送的吧？你不是很恨师傅吗？与恨无关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我平生最爱桂花。你一定要进入名山剑宗，就是为了要得到续天神诀。是啊。若是我不能修得续天神诀，我恐怕很早就要老死喽。其实他应该很清楚，这续天神诀只是一门内功，对于破境和修行根本没有什么帮助，但结合天地元气的辅助，对身体的修复倒是极强的功法。这一点我多年前就已经跟他说过了。你说丁宁？不是，我说的是梁惊梦。四境之下无区别。四境之下无区别，只有他才敢说这样的话。我本就没打算依靠你做什么，只是希望你好。若有朝一日我变成元武，
我希望杀死我的是你。风鸣的送神书案你可听说过？就是丁宁做的。可是我分明记得，这九子蚕不会有传人的。照顾好我师父，走！叶次郎，走啊！叶次郎，走啊！叶次郎，灵珠就见过，这是不可。丁宁找你都找疯了，没想到你却一个人躲在这儿。丁宁，你倒挺聪明啊，知道官府搜寻过的地方，反倒是最安全的。百里素雪，你与我说句实话。那要是我不回答你呢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就是梁静梦。回答我。你们两个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。抛开之前不说，我觉得丁宁现在所做的没错。他并没有有意要隐瞒你什么。你犯不着为他说情。他若真心待我，便应该把真情告诉我。自以为藏着掖着是为了我好，说到底，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。这感情的事情，我的确是不懂。不过，丁宁以这样的身份面对你，的确是不容易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们两个的相遇是意外。我倒是觉得，或许丁宁之前就不想打扰到你。他说复仇不易。希望以后的日子，你和他之间不要再背负着从前的包袱。原来我是他的包袱。你走吧。我只想一个人待着。加上赵四先生之前的那块玉牌，孤山剑藏的3块玉牌已经全部在此了。你说还要等到合适的时机？莫非这孤山剑藏跟月色有关？孤山剑藏既然是由3块玉牌组成，可是玉牌中并没有什么实物，因此我猜测，它应该是一幅地图。我们已经尝试过将3块玉牌合并，但其上花纹古怪，却并无异象。今夜月色寡淡，恐怕影响解图。我想借助的并非月色，而是这片星空。
那日叶真的星火会尾剑，震惊风鸣。天空白日流星坠落，给了我灵感。我们平常所汲取到的元气，都是来自于天地之间。叶真很聪明，一般人都是从地上的灵脉汲取精元，他巧借天势充盈自己。所以我在想，这孤山建造，一般的法子没有办法破解，说不定会跟天上的元气有关。你们看，这颗便是紫微星，而与它对应最亮的，便是北斗七星。陈玄对水牢之事如何辩解啊？毫无求生之意，臣妾以为他已知罪。臣妾记得王上说，任何一位修行者都是大恒的瑰宝。这陈玄也算是一代宗师，臣妾斗胆替陈玄求情。你对寡人的话倒是颇为在意。王上所言都是治国正道，臣妾自然要谨记于心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可以考虑从轻发落他。谢王上。你这是何意啊？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我是夫妻，不必如此拘谨。来。王上，蓉儿死后，臣妾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请王上降旨，让萧中郡的叶星河调回宫内，陪陪臣妾。只是如此啊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王上心烦，臣妾不敢叨扰。叶星河这个名字，寡人倒是听说过，好像是你在萧中郡的继承人，对吗？正是。小儿顽劣，初出茅庐时便战败了莫守城，王上嫌他戾气太重，将他遣回了萧中郡。如今已时隔数年，他也长大了。让他来陪伴你不是不可以，只是寡人已经调了黄真卫，任职监天司司守。你要知道，他可是莫守城的徒儿。臣妾明白。叫你的叶星河稍微收敛一些，免得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后打起来，寡人都不知道该护着谁了。禀王上，黄真卫到了。这么晚？是寡人传他来的。臣妾告退。参见王上，我王万年，大恒万年。平身。谢王上。大府水牢之事，你可听闻了？臣许久不回风鸣，白日里特地寻访了各处街巷，听闻那日王后的星火会尾剑十分惊艳，百姓都很仰慕。百姓只是议论，天成异象，难道没有提及水牢被劫吗？劫狱一事乃是朝堂秘辛，臣只是在街巷上寻访，私以为，即便是百姓知晓，也不会将此事放在明面上议论。你倒也诚恳。
王上曾言最看重臣的坦诚，臣一直铭记在心。之前让你出风鸣，是为寻找孤山剑藏的线索。现在叶策冷死了，你回来接替监天司司守也好。谢王上。王上已入八境，匹敌天下，孤山剑藏于您而言已不再那么重要。但林煮酒被劫，劫狱之人中又有白山水，臣以为与其坐等孤山剑藏落入敌手，不如早做准备。你有孤山剑藏的线索？臣这些年游历四海，一直无果，但近日却得到一些切实的消息。孤山剑藏与灵虚剑门关系极大。灵虚剑门已经消失多年了。确实如此，但此等大宗骤然消失，臣实在觉得蹊跷，便由此查了下去。结果如何？此事似与风吴王室有关。风吴？正是，臣所得线索至此便已中断。都说风吴境内10年闹鬼，臣也并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想来从流言和传说当中也再难以探寻究竟。原本正打算亲自前往查探。贤国和风吴相互勾结，寡人早就想将风吴横扫。既然孤山剑藏在风吴，恰好与寡人的心意不谋而合。我对星象不太了解，只知道这是紫微星，而这是北斗七星，但它们又代表着什么呢？真没想到，这孤山剑藏竟与我们岷山剑宗有关。你的意思是，孤山剑藏在你岷山？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从这图上可以看出来，丁宁所修炼的续天神诀，正是这孤山剑藏其中之一。愿闻其详。其实，这是只有我们岷山剑宗历代宗主才知道的秘密。大家请看这图，这勺柄中央的这颗星唤作开阳星，又称武曲星，代表的就是我们岷山剑宗。而这开阳星旁边有一颗极美的辅星，与它相伴相生，宛如兄弟。看整个图纸的北斗七星，其实是我们岷山剑宗第一任宗主的家徽。可你只说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岷山剑宗的开山宗师其实还有一个弟弟，他们分别自立门派。方才我说的那颗辅星，就是他弟弟的那一派，称作灵虚剑门。你说的可是以炼气著称的那个灵虚剑门？兄弟两个虽然出自同一家族，但是呢，修炼各有不同。哥哥这一派讲究的是气，以修炼元气为主；而弟弟这一派呢，钻研的是气、兵器的锻造，还有符文的研究，可谓是登峰造极。所以，续天神诀是岷山的宗门至宝，而另一半孤山剑藏，便是这灵虚剑门的宗门至宝。那这灵虚剑门的宗门至宝是什么？是一把剑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灵虚剑门的宗门至宝，就是江湖上失踪已久的至阳之剑——大行剑。可是灵虚剑门在江湖上已经绝迹这么多年，我们怎么去找？我们根据这家徽，可以找到吗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这个家徽的主人以前是风吴王族。商大小姐传来的消息，
元武似有意要攻打风武。元武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孤山剑藏的秘密，但是我们岷山的前史却很容易查到。元武一旦出兵风武，这路上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。虽然他现在还无心染指剑藏，但倘若有一日他对大型剑起了兴趣，你就被动了。恒王若是打了大行剑的主意，我即便是拼上这条性命，也绝不能让剑藏落入恒王之手。你已身受重伤，恐怕现在不是元武的对手。长孙姑娘来了。她在哪儿？山门，她不愿进来。小姨，小姨，站这儿干嘛呀？怎么不进去？我不喜欢你叫我小姨。好，不叫便不叫。这外面危险，我们还是先进山门再说吧。丁宁，你我相识之时，我便知道你与常人不同，你心里装了很多的事情，很多时候你表面看上去吊儿郎当，其实是为了伪装自己，对吗？千雪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相处多年，彼此什么脾性，早就已经摸透了。我不是在意外物的人，也不在意跟你经历过多少危险，这你应该很清楚。确实，你若这么讲究，怎么会酿那么难喝的酒？千雪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？说什么呀？无论什么，我只想听你对我说真心话。我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孤山剑藏已经被破解了，我这就带你去看。你心里只有孤山剑藏吗？叶策冷呢？你不想替他报仇吗？我当然想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贸然复仇只会断送更多人的性命。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。你永远都觉得准备好了才去做，永远都害怕失去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在你害怕，在你准备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离你而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在水牢里，叶策冷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说：“
好师傅。清雪，梁景梦，你这个懦夫！陛下，王上，缘何忧虑啊你？王上英明，汉殿下喜好权谋，初殿下又素来仁慈，此番出征，臣担心兄弟二人会暗中角力呀。汉儿的野心，寡人早就知晓。此番他有所行动，也在寡人的意料之中。既然如此，可需派人暗中保护呢？生于王室，就应该忍受常人所不能忍的。初儿聪慧却太过仁慈，汉儿狠戾却不善收敛，此皆是为君者之大忌。眼下天下还未安定，大亨需要的是霸主。初儿，母后，不必安慰初儿。父王既然任命我为先锋官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而且初儿心里并无委屈。本宫一句未说，你倒是把本宫想说的都说了。母后一向记挂初儿，那日朝堂论辩之后，初儿回去细想，也觉得汉兄说的并非全无道理。初儿是改变主意了？非也，初儿心里还是不愿看到战火。以战养战固然能让大亨谋利，可是，一旦杀戮成性，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。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本宫很意外。母后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相反，本宫觉得很好。为君者当有自己的思虑，不宜过于狠戾，也不宜愚善。初儿肯接受以战养战，又不失自己的态度，长进很大。只是这想法先不要与你父王说。父王不喜欢臣子直言纳谏吗？你父王身在王位，他有他的思虑与难处，于他而言，一切都在天下之下，他有他的王道，不是我们该非议的。初儿明白。初儿过来坐。当年你做太子是废长立幼，汉儿的性格你也知道，所以此次出征一定要小心行事。初儿曾经答应过母后，会保护母后一辈子，所以初儿一定会回来的。母后在宫中好好保重身体。父王说，
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母后了。是啊。你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没什么，眼里进沙子了。殿内无风，如何进沙？我母后以前也常常被人欺负，不过你不必担心了，初儿已经是太子了，往后的日子，初儿会保护你的。初儿长大了，但心却一直没变，本宫很欣慰。初儿明日启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禀王后，叶星河已入风鸣，晚些时候便到。不着急让他过来，让他先替本宫办件事，把本宫准备的东西让他送去。诺。你说，你回来也不告诉我，都是王上的意思。如果有选择的话，我宁可不回来。是否有嫌疑？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到底是为了这个案子，还是为了那个人？你就是陈玄。谁派你来的？出于礼貌，你应该先问我的名字。你要是对我礼貌的话，我可以把剑给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星河。王后娘娘派我来的。王后说，你拿到剑，自然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。一切由你决定。想好了，就去找他。你们风鸣人可真无趣。又来了个讨厌的人。不过，你现在看不到也好。我留在神都监，就是为了等你回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即刻离开风鸣，远离这纷争，好不好？你师父已经死了10年了，你再放不下也没用。我就是放不下。师父一生效忠大唐，到头来
名字都不能被人提起。大河安稳了这么多年，都是他和巴山弟子用血换回来的。夙愿已究，此生无憾。若有来日，不要再相见。你心里只有孤山剑藏吗？叶策冷呢？你不想替他报仇吗？你永远都觉得准备好了才去做，永远都害怕失去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在你害怕，在你准备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离你而去了。梁景梦，你这个懦夫！你知不知道在水牢里，叶策冷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照顾好师父。你想要去哪里啊？自然是去寻他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他既然有心躲着你，就不希望你找到他。难道你找了他这么长时间，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还不是当时你没有提醒我。哎，不是，等等，跟你说正经之事。林军师的身体不宜远行，明日大军会出征风吴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也准备明日出发。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大师兄他们，若是说漏了嘴，咱们便不再是兄弟。我也没想跟你做兄弟啊。看来，你对叶策冷的感情匪浅。没错，我们说好劫狱之后，一起离开风冥。难怪在劫狱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与其一个人在这里伤心，不如去替他报仇。你说梁莲吗？他的确该死，但比他更该死的是叶真。你说孤山剑藏与灵虚剑门有关？是，臣女一路追随黄真卫的调查。他回朝前查到的线索，指向风吴。风吴。如此说来，皇上出兵风吴，实则另有所图。臣女猜测，应该是一石二鸟之计。风吴一行，
只有梁莲与2位王子。王上一定是想等战事稳定了再做安排。既然他不急，我们也不急。臣女以为，王后收服陈玄，是为去风吴夺取固山建藏。续天神诀乃名山至宝，王上已破入8境，自然不将此物放在眼里，而我却不同。我们萧中郡继承人个个受古生选拔，本来就身患隐疾。即便此法不能助我破境，也能修复我的身体。王后确信陈玄会来。